海贼王连载20多年的最牛伏笔被揭开了，1098话已经明示了乔伊波伊是谁，地的意志是什么，甚至One Piece是什么。这一话的信息量最大的画面就是大雄抱着金妮冰冷的躯体跪在十字架前，而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形状像鲸鱼尾巴的浪花十字架括弧也有的兄弟叫它鲸尾十字架。这个十字架贯穿海贼王的各个篇章，越是重要的场合，越是特殊意义的彩页，它出现的越多，因为它曾是乔伊波伊创建的巨大王国的标志 logo。 我们今天从过去、未来、友方、敌方这4个维度来聊聊它背后很细很有意思的故事点个赞，且听阿旺细细道来。长久以来呢，埃内路帮我们证明了一个事情，就是月球科技催化的地球文明帮助了巨大王国的建立，也是月球人采集了这个金矿建造的香多拉都市。所以香多拉或者说空岛应该是保留了一部分巨大王国的思想和巨大王国的周边，只不过香多拉被打断带了，回归了原始的状态，所以之前思想没有流传下来，但是巨大王国的周边却保存得很好，因为黄金毕竟是惰性的金属比如这条活了400年的这个大蛇，它的肚子里面的这些黄金宝贝，最显而易见的呢就是山治肩膀上的这个浪花十字架了。等拿到水之都售卖的时候，这位很细的哥们儿看完就认定很值钱，很有历史价值。接着再看那个恐怖岛片，佩罗娜不知道从哪搞到的王冠上，莫利亚的财宝堆里，还有活了几百年的这个奥兹的裤衩上，那是处处可见这个浪花十字架呀。为什么呢？我们之前聊过恐怖岛曾是神之谷的一部分，3点很细的证据。一点是恐怖岛是西海飘过来的，神之谷呢就曾在西海，后来消失了。第二点是洛克斯团的银斧和约翰船长战死在了神之谷，可他们后来却成了莫利亚的将军将士。第3个呢是神之谷大战刚开始就在强调金狮子可以把所有的人都吹飞，说明他已经有能力了。那么把神之谷的一部分搬到伟大航路应该也不是什么事儿那么神之谷又和浪花十字架有什么关系呢？介绍神之谷的第一句话就是资源丰富。我们在前面有说过月球人降临地球的目的是采集资源，然后已经确定了月球种族的这个后裔的金马，他原来的那个国家就叫神之国。他们月球人为啥就这么愿意被叫做神呢？我们前面还说过，月球的科技催化了地球的文明，他们做到了人做不到的事，所以被称之为神嘛。那么神之名与采集资源这2个细节很有力的证明了神之谷与香多拉一样，也曾是最初那波月球人的矿区，而且月球人又帮助乔伊波伊建立了这个巨大王国呢。说白了，月球人和乔伊波伊是一伙的，所以月球人在神之谷经历空白100年后，遗留了一点巨大王国的周边，这不是很正常吗？那么明白了这个恐怖岛有很多十字架 logo 来，那怎么奥兹他的身上也有呢？而且他这个位置那真是把这个 logo 当宝贝了呀。没错，想想奥兹曾经干了什么事情，运国传说呀，搬运整座岛屿，把喜欢的岛运到一起，搬到一起，这是没涉嫌的吗？再想想巨大王国，那不也是拼接到一起的吗？甚至 One Piece 最后效果不也是各种族团聚在巨大岛屿上组成的理想世界吗？所以别看恐怖岛这个奥兹傻乎乎的其实是因为那是路飞的内核呀。真正的奥兹和这个乔伊波伊有着共同的理想，所以奥兹的这个宝贝位置画着巨大王国的 logo这很正常。那么至此我们都是从过去历史的角度在聊十字架，接着呢再看看这个未来的思路。阿旺又要拿出来海贼王核心线的这个经典的公式了海天明3王呢加上乔伊波伊加上 One Piece 等于理想世界，那地之名的新乔伊波伊毫无疑问就是路飞了，而他找到了 One Piece 成为海贼王是故事的明线。而在明线的冒险经历之中还藏了一条暗线，经历沙之国发现记载着冥王信息的石碑，说冥王在和之国；经历空岛发现记载着海王信息的石碑，说海王在愚人岛。那愚人岛和和之国的这个冒险大家都很清楚，两个国家都成了路飞的朋友嘛。换句话讲，路飞他已经收集到了冥王、海王而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白星快出生的时候，那群海王类大家伙说，在遥远的另一片海域也诞生了两王再次相逢，那天鲸鱼们会很开心。
两王指的是谁呀？为啥叫再度重相逢呢？很简单的，800年前那位乔伊波伊和拥有海王力量的当时的人鱼公主约定要把鱼人岛搬到陆地上，但乔伊波伊爽约了，他没有做到，所以写了致歉信。那不过这个道歉要是有用的话，还要路飞干嘛呢？所以这句话的2个王指的就是新巨大王国的王，也就是新乔伊波伊路飞和鱼人岛的新人鱼公主海王白星再度重相逢，完成跨越800年的约定。这不也正是龙宫传说中的有人会替乔伊波伊完成约定吗？而这也是为啥夏利会看到路飞会毁灭鱼人岛的画面了，因为把鱼人岛从海底拉到陆地上，要让鱼人族成为平等的种族，那么毁灭鱼人岛约等于拯救鱼人岛。而两王相遇时，鲸鱼们很开心，那就更简单了。你看路飞他们离开鱼人岛时，鲸鱼们那大嘴咧的，这也忒大了。再者说，路飞完成这一切的时候，也就是环游1周后嘛，也会再会拉布的。不光鲸鱼们会很开心，布鲁克都能笑出皱纹来呀！虽然他没有皮肤。烂梗。那么听到这里肯定有兄弟会问这鲸鱼和十字架也就是形似，就像个尾巴，那还有什么深层的这个联系吗？我们前面说过冥王在和之国冥王说明书那块石碑呢在沙之国。那么沙国与和之国的标志是什么呢？和之国的图腾上浪花十字架很明显，里面也是大圈套小圈，而沙国的标志同样是这个圆圆圈圈圆圆。然后你再看1098画，大熊祈祷的这个十字架中间它是什么呢？依然是大圈套小圈，这指的就是很多国家和岛屿组成了巨大王国呀，已经明示了沙国、和之国都曾是巨大王国的伙伴呢。和之国光月家帮雕刻石碑正文，帮藏起冥王，甚至800年前的石妇人，他作为和之国的人就出生在巨大王国。而沙国女王莉莉作为20国联军的国王之一，本是巨大王国的敌对方，但她是后来站到乔伊波伊这边的，还在自己的名字里加入了地。所以800年后，伊姆问寇布拉，莉莉大天是失误让历史正文散落世界的，还是有意为之？快告诉我，莉莉给你们这帮后代上面信的署名是什么？奈菲特点地莉莉。所以伊姆就知道了，这莉莉骗了我。而重点是，他莉莉什么能力能让这么多的巨大的石碑砰砰砰砰砰一日之内散落世界各地呢？肉球果实呀！旅行的话，你想去哪里？1098话大雄不就是这样问的波尼吗？而尾田借波尼之口回答了什么呢？空岛。鱼人岛，空岛有什么？海王说明书的石碑呀，石碑上说了什么？海王在鱼人岛。好家伙，沙国、和之国、冥王、空岛、鱼人岛、海王，鸡皮疙瘩起来了吧？多他妈我操的一个闭环呢！然后你再看大雄祈祷这一幕，大雄这是在沉痛中祈祷一个理想世界呀，一个新的巨大王国呀！谁来创建？巴卡尼亚族代代信仰的是他妈谁呀？尼卡，也就是800年前的乔伊波伊呀。那800年前的乔伊波伊，他被谁搞的呀？伊姆。而伊姆呢，他带着可能会成为新乔伊波伊的路飞的悬赏令，来到了破旧城堡里看一个大草帽。巴卡尼亚族的特点就是大呀，所以很有可能乔伊波伊就是巴卡尼亚族的。那么1096话，老土星听到巴卡尼亚族的小孩大雄说想要像尼卡那样想要拯救可怜的人时，老土星说，所以你们才会消失翻译翻译，因为你们族曾经出现过一个尼卡，所以世界政府才叫你们是对世界犯过大罪的灭绝种。那么我们再回看1097话，有一点最妙的细节，在大雄帮人扛住痛苦时，他在哪儿？他在地形状的月亮之下。月亮之下是浪花十字架。那月球帮助乔伊波伊建立巨大王国、建立地之国的事儿，咱就不用再重复了吧？那么这画面再翻译翻译，就是地的意志与巨大王国 logo 的虚实结合呀。而大雄他在做什么呢？帮助可怜人，替他们扛下痛苦，让他们笑起来呀！你完全可以叫他巴索罗米奥小尼卡大雄。所以大雄这双手他真叫解放之手。那这回大家知道为啥1097话阿旺没有分析了吧？因为阿旺知道很快这个十字架就要暴露全貌了。
只是没想到1098话这就来了啊！不得不用一句古话夸一下尾田这波操作啊！你的牌打得也忒好了。那么了解了浪花十字架的含义，我们再看大草帽，再看巨大王国的遗址，再看那一母啊扭着胯胯轴子来到的这城门楼子，上面很明显也是巨大王国的 logo 浪花十字架呀！这就是横穿海贼王1000多话，纵贯海贼历史800年的最牛伏笔。最深暗线，最强细节，平心而论，明线故事精彩，暗线伏笔深远，解读空间如此之大的漫画，不多吧？你要不要跟阿旺大喊一声炸裂？炸裂呀！讲完了，好爽。